就在這個星期，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在一家公司身上——英偉達。每一次它發布財報，都像是在全球科技市場投下一顆震撼彈，引發無數的解讀和預測。市場的情緒總在貪婪與恐懼之間劇烈擺盪。有人為此狂歡，有人為此憂慮，但是我想請你暫時從這些短期的股價波動中抽離出來。與其沉迷於猜測下一個季度的數字，不如讓我們一起回到問題的本質：一家偉大的公司到底是如何誕生的？2025年10月29日，我们見證了一個歷史性的時刻。英偉達市值突破了5萬億美金，成為全球首家達到這個里程碑的企業。5萬億是什麼概念？這個數字已經超越了像德國這樣一個歐洲頂級工業強國全年的 GDP。一家公司的價值真正的富可敵國，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從你手中的智能手機到數據中心裡運轉的 AI 模型，英偉達的技術幾乎無處不在。很多人看到這個數字，第一反應是震驚，第二反應是懊悔。如果我早點買入就好了，這班車我沒趕上，太可惜了。但是今天我不是要來跟大家一起感嘆英偉達有多麼神奇，我想問大家一個更重要的問題：當歷史的巨輪再次滾動時，你能抓住下一家英偉達嗎？這不是一句空話，因為早在2022年，當整個市場還在為美聯儲加息、經濟衰退的陰霾籠罩，當無數人拋售科技股，認為冬天來臨的時候，我就在我的頻道裡明確地告訴大家，英偉達具備成為10倍股的潛力。這不是馬後炮，這是我 YouTube 頻道白紙黑字記錄下來的事實，也是我們10倍股投資秘笈課程裡反覆剖析的核心案例。以下這個案例是美國上市的 NVIDIA 是做高端的芯片，也是現在 AI 的浪潮裡面成為了基本上是唯一的賣產人，市占率是超過95%以上。它有一個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環，有了這麼大的客戶群，使到它可以研發繼續的投放，進一步的通過科技上的優勢，成為最終的一個壟斷者。從2022年10月的股價低谷到今天站上5萬億市值的神壇，英偉達給早期投資者帶來了驚人的回報。這不是運氣，這背後是一套完整的、可以被學習和複製的投資邏輯。今天我將會把這套邏輯毫無保留地分享給大家。我會帶大家回到2022年，看看我們當時是如何在市場的春天裡播下這顆種子。我會拆解英偉達的成長密碼，告訴你它如何從一家遊戲顯卡公司蛻變為驅動全世界的人工智能引擎。最重要的是，我會結合我30多年的投資經驗，以及股神巴菲特、傳奇基金經理彼得林奇的智慧，總結出捕捉下一支10倍股的3大秘訣。這條影片會很長，但相信我，如果你能完整的看完，你得到的將不僅僅是關於一隻股票的故事，而是一整套改變你投資思維的框架。準備好了嗎？請大家先在留言區打上“我要捕捉10倍股”，然後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打開小鈴鐺。我們馬上開始。首先，讓我們把時光機調回到2022年。那一年，市場的主旋律是什麼？是恐懼。美聯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暴力加息，從年初的接近零利率一路飆升，通脹數據居高不下。華爾街大行們紛紛預測經濟衰退即將來臨。科技股、成長股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納斯達克指數從高點暴跌超過30%，市場一片哀嚎。我把這個階段稱之為投資市場的冬天。在那個時候，英偉達的股價也從高位跌落。2022年10月31日，英偉達的收盤價只有13.48美元。當時市場上對它的質疑聲此起彼伏。遊戲市場飽和了，挖礦的熱潮退去了，數據中心的需求到頂了。很多人認為英偉達的高光時刻已經過去，它只不過是搭上了元宇宙和加密貨幣順風車的週期股。但是大家還記得股神巴菲特那句被說了無數遍
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卻寥寥無幾的名言嗎？在別人恐懼時，我貪婪；在別人貪婪時，我恐懼。這句話聽起來很簡單，但執行的難度極高，因為它要求你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敢於在市場最悲觀的時候做出與大眾相反的決策。這需要的不僅僅是勇氣，更是基於深度研究的信心。在2022年的那個冬天，當所有人都看到枯枝敗葉的時候，我看到了什麼？我看到了春天的跡象。我常說，投資就像耕種，要在春天播種，夏天耕耘，秋天收穫，冬天休息。2022年的市場雖然表面上寒風凜冽，但地底下新的生機正在醞釀。這個生機就是人工智能，更具體的說是生成式 AI。就在市场最悲觀的2022年11月30日 ，OpenAI 發布了一款名為 ChatGPT 的產品。一開始，它並沒有引起主流金融市場的注意，但在科技圈，一場革命的火焰已經被點燃。我和團隊長期以來一直密切關注着科技領域的底層變革。我們意識到，這不是一個普通的聊天機器人，這是一個劃時代的產品，它宣告了 AI 平民化時代的到來。這就像什麼呢？就像1995年的网景瀏覽器，它讓普通人第一次可以輕鬆地遨遊互聯網；也像2007年的第一代 iPhone， 它定義了什麼是智能手機。ChatGPT 的出現意味着 AI 不再是少數科學家實驗室裡的玩具，它將成為像水和電一樣滲透到我們生活方方面面的基礎設施。而要驅動這個龐大的 AI 帝國，需要什麼？需要巨大的源源不絕的算力。而誰是這個世界上最頂尖的算力軍火商？答案只有一個：英偉達。這就是我們在2022年敢於在市場一片悲觀中將英偉達列為我們10倍股名單的核心邏輯。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家遊戲公司，也不是一家挖礦公司，而是一家即將為全世界的 AI 革命賣鏟子的公司。歷史一次又一次地證明，在淘金熱中最賺錢的往往不是那些拼命挖金子的人，而是那個在旁邊賣鏟子、賣牛仔褲的人。當全世界都為 AI 的各種應用感到興奮和瘋狂時，我們選擇投資那個為所有 AI 模型提供動力心臟的企業。這就是我常說的，用生意人的眼光去投資，不要只看股價的短期波動，要去思考這家公司在未來3到5年甚至10年，它在整個產業鏈中的地位是什麼，它的護城河有多深，它的產品是不是這個時代的必需品。當你把這些問題想清楚了，你就能在市场的噪音中找到真正有價值的信號，你就能在別人恐懼的時候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機會。從2022年10月的低點到今天的5萬億市值，英偉達的崛起堪稱一部商業史詩。很多人會把它歸功於 AI 的浪潮，認為它只是運氣好，站在了風口上。但我想告訴大家，運氣只是成功的一小部分。風口來了，豬都能飛起來，但風停了，摔死的也一定是豬。英偉達能成為今天的樣子，是因為它在過去10幾年裡做對了一系列關鍵的戰略布局。這也正是我獨創的10倍股3階段框架的完美體現。任何一只偉大的10倍股，它的成長路徑基本上都會經歷這3個階段。第一階段被市場錯殺或看漏，這個階段的公司往往因為一些負面消息、市場的誤解，或者它的商業模式太超前，不被當時的人們所理解，導致股價被嚴重低估。這就是我們在2022年看到的英偉達。當時市場給它的標籤是遊戲股和礦卡股。當遊戲市場增長放緩，以太坊合併導致礦卡需求崩盤時，市場就用腳投票，瘋狂拋售。但他們沒有看到，英偉達早在10多年前就已經開始布局一個遠比遊戲和挖礦更宏大的未来——通用計算平台。2006年，英偉達推出了 CUDA， 這是一個革命性的創舉。在 CUDA 出現之前， GPU 圖形處理器就是用來玩遊戲的，它的功能是固定的。但 CUDA 的出現把 GPU 變成了一個可編程的并行的計算引擎，它讓開發者可以利用 GPU 強大的并行處理能力來解決各種複雜的計算問題，而不僅僅是圖形渲染。
這一步棋在當時看來並沒有立刻帶來巨大的商業回報，但在10年後，當深度學習、人工智能的浪潮興起时，科学家们驚喜地發現，用英偉達的 GPU 來訓練神經網絡，比用傳統的 CPU 快幾十倍甚至上百倍。CUDA 建立的生態護城河，讓所有 AI 開發者都離不開英偉達。這顆在10多年前埋下的種子，終於在 AI 時代開花結果。這就是偉大公司與普通公司的區別。普通公司追逐風口，而偉大公司創造風口，或者為即將到來的風口提前10幾年修建基礎設施。在第一階段發現這樣的公司是最有價值，也是回報最豐厚的，但同時也最考驗投資者的眼界和定力。第二階段，價值被驗證。當公司的業務、產品或者盈利能力開始被市場逐步認可，它的股價就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價值發現和重估。對於英偉達來說，這個階段的引爆點就是 ChatGPT 的橫空出世。ChatGPT 的成功向全世界證明了大型語言模型的巨大潛力。一時間，從 Google、Meta、亞馬遜到全世界的創業公司都瘋狂地投入到大模型的軍備競賽中。而這場競賽的入場券就是英偉達的 A100 和 H100 芯片，訂單像雪片一樣飛來。英偉達的數據中心業務收入開始爆炸式增長。2023年，英偉達的季度財報一次又一次的碾壓市場預期，營收和利潤的增長曲線陡峭的令人難以置信。市場終於看懂了，這不是一個週期性的反彈，這是一場全新的工業革命，而英偉達正處於這場革命的絕對中心。股價只是公司內在價值在外部的反應。當一家公司的盈利能力出現了質的飛躍，從線性增長變為指數級增長時，它的股價也必然會迎來戴維斯雙擊，盈利增長和估值提升的雙重疊加效應。這就是英偉達在2023年到2024年所經歷的波瀾壯闊的主升浪。第三階段，被吹捧和講故事。當一家公司的好已經成為了所有人的共識，它的股價就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在這個階段，股價的驅動力往往不再僅僅是基本面和業績，更多的是市場情緒、媒體的渲染和對未來的宏大敘事。我們現在看到的英偉達就處於這個階段。根據多家媒體報道，市值從3萬億、4萬億到突破5萬億，每一次的突破都伴隨着媒體的狂歡和散戶的追捧。這個時候，大家討論的不再是下一季度的財報，而是 AI 的未來，通用人工智能的實現。英偉達能否成為第一家10萬億市值的公司？這個階段是股價上漲最快、最猛烈，也是最誘人的階段，但同時它也是風險最大的階段。因為股價已經脫離了地心引力，在情緒的推動下，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引發劇烈的回調，這往往也是大部分散戶被套牢的階段。我並不是說處於第三階段的公司就不能投資了，恰恰相反，強者恆強，偉大的公司往往能持續的超越市場的預期。但是在這個階段進場，你必須要非常清楚，你賺的是什麼錢，你承擔的是什麼風險，你的投資決策是基於對公司長期價值的判斷，還是僅僅因為害怕錯過FOMO 的情緒。英偉達的故事完美的詮釋了10倍股成長的3部曲。它告訴我們，真正的超級回報來源於在第一階段的遠見和布局，而要做到這一點，你需要一套系統的方法論，去識別那些被市場暫時錯殺的擁有巨大潛力的偉大公司。講到這裡，我相信很多人會問，Papa，你說的都對，但問題是，我怎麼才能在第一階段就識別出這樣的公司呢？我沒有相關的專業知識，去看懂 CUDA 這樣的技術布局怎麼辦？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也是大部分普通投資者面臨的最大痛點。投資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你懂宏觀經濟，分析行業趨勢，解讀財務報表，評估企業管理層，還要克服自己人性的弱點。這背後是大量的時間投入和專業的知識積累。很多時候，大家虧錢不是因為不努力，而是因為用錯了方法，或者說，在一個需要專業技能的領域裡，無證駕駛，沒有人會沒學過開車就直接上高速。但在投資市場，
無數人卻拿着自己辛苦賺來的血汗錢，在沒有任何系統學習的情況下就衝了進去。這也正是我過去幾年一直致力於財商教育的初衷。我希望把我自己過去30多年從2次輸光本金到今天實現財務自由的經驗和教訓，濃縮成一套普通人也能聽得懂、學得會、用得上的系統方法。如果你想選出能帶給你豐厚利潤的優質股，我的10倍股課程能幫到你。這個課程能夠幫你找出真正強勁、優秀的股票，讓你的資產增長得更加穩固。這堂價值滿滿的60分鐘課程，限時免費的送給你們，快點點擊下面的資訊欄了解更多。好了，讓我們回到今天最核心的問題：如何捕捉下一隻英偉達？結合英偉達的案例以及我多年的投資實踐，我為大家總結了3大核心秘訣。這3個秘訣層層遞進，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尋找10倍股的作戰地圖。第一個秘訣，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就是要學會識別並投資於那些賣產值的公司。什麼是賣產人？在一個巨大的時代浪潮中，比如當年的互聯網浪潮、移動互联網浪潮，以及今天的人工智能浪潮，會有無數的公司湧入，試圖開發出殺手級的應用，成為下一個 Google、下一個 Facebook。這就像一場淘金熱，每個人都想挖到金礦，但是預測哪家應用公司能最終勝出是極其困難的。商業競爭充滿了不確定性，技術路線、用戶偏好、市場推廣，任何一個環節的失誤都可能導致失敗。對於普通投資者來說，去賭哪家公司能贏，風險非常高。而賣產人策略就是一種更聰明、更穩健的玩法。我們不去賭誰能挖到金子，我們去投資那個為所有淘金者提供工具和基礎設施的公司。因為無論誰最終挖到了金子，他們都需要產值，需要牛仔褲，需要水和食物，這些就是浪潮中不變的需求。英偉達就是 AI 時代最典型的賣產人。無論是 OpenAI 的 GPT 系列，還是 Google 的 Gemini， 或是 Meta 的 Llama， 他們背後的訓練和推理都離不開英偉達的 GPU。英偉達提供的是算力，是 AI 時代的電力。只要 AI 革命繼續向前發展，對算力的需求就會持續存在，甚至指數級增長。投資英偉達就是投資於整個 AI 時代的確定性。那麼，如何找到其他領域的賣產人呢？你需要問自己幾個問題。第一，當前最大的科技或社會趨勢是什麼？是 AI， 是生物技術，是新能源，還是太空探索？你要能夠識別出那些真正會改變世界的大趨勢，而不是短期的炒作熱點。第二，在這個趨勢中，最核心、最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是什麼？是芯片，是軟件平台，是關鍵材料，還是核心零部件？你要能夠深入到產業鏈的底層，找到那些真正的卡脖子環節。第三，誰在這個基礎設施領域佔據了壟斷或寡頭地位？誰的技術壁壘最高？誰的生態系統最完善？這些公司往往就是最好的賣產人候選。舉個例子，在電動車浪潮中，你可以去投資特斯拉、比亞迪這樣的整車廠，但你也可以去思考，誰是電動車的賣產人？是電池製造商，比如寧德時代，還是鋰礦供應商，或者是充電樁網絡的運營商？每一個環節都有可能誕生10倍股。再比如，在生物醫藥領域，你可以去賭哪家公司的某款新藥能研發成功，但這同樣是高風險的。你也可以去投資那些為所有新藥研發提供服務的公司，比如 CRO 或者基因測序設備的製造商。這些公司無論哪款新藥成功，他們都能分一杯羹。傳奇投資大師彼得林奇就非常推崇這種賣產人策略。他的投資哲學告訴我們，當你看到一個偉大的新興行業時，先別急着去買那些最耀眼的明星公司，去看看有沒有人在為這個行業提供不可或缺的工具或服務。記住，投資賣產人就是投資於一個時代的確定性，這能讓你從預測誰會贏的賭局中抽身出來，
站在一個更高的維度分享整個行業增長的紅利。如果說秘訣一是教你選對賽道，那麼秘訣二就是教你選對時機。10倍股的超額回報從根本上來源於預期差，也就是說，你發現了市場沒有發現的價值，你做出了與大眾不同的判斷，並且你最終被證明是對的。這種與市場共識相反，但最終被證明是正確的觀點，我們稱之為非共識。讓我們再次回到2022年的英偉達，當時市場的共識是什麼？共識是它是一家周期股，它的好日子到頭了。而我們的非共識判斷是，它是一家 AI 基礎設施公司，它的偉大才剛剛開始。正是這個巨大的預期差，造就了後來的驚人回報。尋找非共識的機會是價值投資的精髓，這要求我們訓練自己在市場的噪音中保持獨立思考。當所有媒體都在報道一家公司的好消息，當所有分析師都給出買入評級，當股價屢創新高時，你反而要更加警惕。這時候，好消息可能已經完全反映在股價裡了，你很難再獲得超額回報。相反，當一家公司遭遇暫時的困境，被負面新聞纏身，被市場拋棄，股價低迷時，這往往是非共識機會出現的時候。當然，這不是讓你去盲目的撈底垃圾公司，你需要做的是像一個偵探一樣去深入研究。第一，市場的擔憂是什麼？這些擔憂是永久性的還是暫時性的？是會摧毀公司核心競爭力的，還是只是影響短期業績的？比如2022年對英偉達的擔憂是遊戲和挖礦需求下降，但這並不會影響它在 AI 領域的長期競爭力。第二，公司的基本面是否發生了惡化？它的護城河是否依然穩固？它的產品是否還有競爭力？它的管理層是否依然優秀？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股價的下跌就是一個買入的機會。第三，是否存在被市場忽略的積極因素？是否有新產品、新技術或新的商業模式正在醞釀，而市場還沒有意識到？比如2022年的 ChatGPT 就是一個被市場嚴重低估的催化劑。這就是我10倍股3階段框架中第一階段的核心工作。你需要有能力區分一家公司是暫時的落難公主，還是本質上的醜小鴨。巴菲特曾說過一句非常經典的話：我喜歡買那些被扔進手術台，但其實只是得了小感冒的公司。這句話形象地描述了尋找非共識機會的本質。你要找到那些被市場過度反應、錯誤定價的優質資產。這需要大量的研究和分析工作，需要你對商業世界有深刻的理解。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強調，投資先求知，你腦子裡的知識才是你做出正確非共識判斷的最大底氣。找到了，賣產人也在非共識的時機買入了。接下來最重要也是最考驗人性的一步，就是長期持有。愛因斯坦曾說，複利是世界第8大奇蹟，但在投資中，大部分人卻享受不到複利的威力。為什麼？因為他們拿不住。一只股票從1倍漲到10倍，它的路徑絕對不是一條直線，中間會經歷無數次的回調和震盪，可能漲了30%，然後回調15%，再漲50%，然後回調20%。每一次的回調都是對人性的巨大考驗。你会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我判斷錯了？是不是應該先賣掉，等跌下來再接回來？要不要先止盈，落袋為安？一旦你開始頻繁的買賣，試圖去做波段，你就脫離了複利的軌道，進入了猜漲跌的賭博遊戲。而這是95%的散戶虧錢的根源。巴菲特的黃金搭檔查理芒格說過，賺大錢的秘訣不在於買賣，而在於等待。等待什麼？等待你投資的偉大公司用它的盈利增長去推動股價的長期上漲。你要做的是成為這家公司的生意合夥人，而不是一個來回倒賣股票的交易員。當你真正理解了一家公司的長期價值，當你對它的管理層、它的商業模式有足夠的信心時，你才能在股價的短期波動中保持內心的平靜。你會把市场的回調看作是加倉的機會，而不是恐慌的理由。當然，長期持有不等於買入並忘記，你需要定期的去跟蹤公司的基本面，確保你當初投資它的核心邏輯沒有改變。如果公司的護城河被侵蝕了，
或者行業的趨勢發生了逆轉，你也需要果斷的賣出。巴菲特給我們的建議是，投資就是在好時機挑選好股票，並在他們保持良好公司的情況下持有。這句話的後半句和前半句同樣重要。總結一下，捕捉下一隻英偉達的3大祕訣：第一，投資賣產能，找到時代浪潮中提供核心基礎設施的壟斷性公司；第二，擁抱非共識，在市場恐懼和誤解時發現被低估的價值；第三，理解複利，與偉大的公司共同成長，通過長期持有享受複利的奇蹟。這3個祕訣聽起來不複雜，但每一步都知易行難。它需要你不斷的學習，提升自己的認知，同時還要與自己的人性弱點做鬥爭。講到這裡，我相信很多人最關心的問題來了：Papa，你說了這麼多，那下一隻英偉達到底在哪裡？這是一個好問題，但我要先潑你一盆冷水。如果我能準確地告訴你下一隻10倍股是哪一家公司，那我就不是在做投資教育，而是在做算命了。投資從來都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而是一門藝術。我們能做的是提高自己的勝率，而不是追求100%的確定性。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未來的機會在哪些領域。第一個領域是 AI 的下半場。AI 的革命才剛剛開始，現在大家看到的主要是大型語言模型的訓練和推理，但 AI 的應用遠遠不止於此。未來 AI 會滲透到醫療、教育、製造、交通、金融等各個行業，在這個過程中，誰能提供 AI 應用的基礎設施，誰就有可能成為下一個賣產人。比如 AI 推理芯片的製造商、AI 軟件平台的提供商、AI 數據標注和處理的服務商，這些都是值得關注的方向。第二個領域是能源革命。隨着全球對碳中和的重視，新能源的浪潮正在加速。太陽能、風能、核能、氫能，這些都是未來的方向。在這個領域，誰能解決能源儲存的問題，誰能提高能源轉換的效率，誰就有可能成為下一個10倍股。比如新一代電池技術的開發商、智能電網的建設者、綠色氫能的生產商，這些都是潛在的機會。第三個領域是生物技術，人類對生命的理解正在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基因編輯、細胞療法、精準醫療，這些技術的突破將徹底改變醫療行業。在這個領域，誰能掌握核心技術，誰能通過監管的考驗，誰就有可能創造巨大的價值。比如 CRISPR 基因編輯技術的應用公司、CAR-T 細胞療法的開發商、AI 輔助藥物研發的平台，這些都是值得長期跟蹤的標的。第四個領域是太空經濟。隨着 SpaceX 等公司的崛起，太空探索的成本正在大幅下降。未來，太空旅游、太空採礦、衛星互聯網，這些曾經只存在於科幻小說中的場景，正在逐步變為現實。在這個領域，誰能降低發射成本，誰能提供太空基礎設施，誰就有可能成為下一個時代的巨頭。當然，機會與風險並存。我也要提醒大家，在追逐這些機會的時候，一定要警惕以下幾個風險。第一，技術風險。新興技術的發展充滿了不確定性。今天看起來很有前景的技術，明天可能就被更先進的技術取代。所以你要持續跟蹤技術的演進，確保你投資的公司始終站在技術的前沿。第二，監管風險。新興行業往往會面臨監管的不確定性，比如 AI 的倫理問題、基因編輯的安全問題、加密貨幣的合規問題，這些都可能成為行業發展的絆腳石。所以你要密切關注政策的變化，評估監管對公司的影響。第三，估值風險。當一個行業成為市場的焦點時，股價往往會被炒得很高。這時候你要保持冷靜，不要被市場的情緒所左右，要學會區分哪些是真正的價值增長，哪些只是泡沫。記住，好公司不等於好股票，買入的價格決定了你的回報。第四，競爭風險。在一個高速增長的行業裡，會有無數的競爭者湧入。今天的龍頭，明天可能就被後來者超越。所以你要持續評估公司的競爭優勢，確保它的護城河足夠深、足夠寬。投資是一場馬拉松，而不是100米衝刺。在這場馬拉松中，你需要的不是短期的爆發力，而是長期的耐力和智慧。
今天我們從英偉達5萬億市值的神話出發，回顧了它在 AI 浪潮中的崛起之路，並為大家拆解了捕捉下一只10倍股的3大核心秘訣。我希望大家明白，投資的成功從來都不是靠打聽內幕消息，也不是靠追漲殺跌，它是一場基於深度思考和長期主義的修行。英偉達的案例給了我們一個最好的啟示：真正的財富屬於那些能夠洞察未來，並在當下勇敢布局的遠見者。這個時代從來不缺機會 ，AI 的革命才剛剛開始，在它之後還會有生物技術、新能源、太空科技等等新的浪潮。在這些浪潮中，一定会誕生新的英偉達。問題是，當機會來臨時，你準備好了嗎？讓我再次總結一下今天的核心要點。第一，用生意人的眼光投資，不要只看股價，要看公司在產業鏈中的位置，看它的護城河，看它的長期價值。第二，在市場的春天播種，真正的機會永遠誕生在別人恐懼的時候，要學會逆向思考，在市场的噪音中保持獨立判斷。第三，投資賣產人，在時代的浪潮中找到那些提供核心基礎設施的公司，投資於確定性而不是賭博。第四，長期持有，享受複利，與偉大的公司共同成長，不要被短期的波動所干擾。記住，時間是優秀投資者最好的朋友。看到這裡，請你一定要為這部影片點讚並分享給你的朋友，你的支持是我持續創作的最大動力。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對下一只英偉達的看法，你認為哪個行業、哪家公司最有潛力？讓我們一起交流，共同進步。我也想再次提醒大家，通往財富自由的道路沒有捷徑，唯一的道路就是不斷的學習。如果你想在投資上做到長期安心，獲得超級盈利，歡迎在下方資訊欄找到連結，了解我的10倍股公益課。在這個課程裡，我會手把手教你如何像專業投資者一樣思考，如何應對市場的波動，用系統的方法捕捉屬於你的10倍股。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學到了東西，請記得按讚、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因為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簡單化的講給你聽，讓你更容易的吸收。我們下條影片再見。